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让我都感动的不行的真实故事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故事的女主角小文。小文是江苏苏州人，从小学习就特别优秀，高考考上了上海交大，然后一路读到了博士，专业是海洋生物学。毕业后，她在上海一家研究所工作，年薪100万，前途无量啊！小文不仅学历高，长得也漂亮，温柔贤惠，在上海那也是香饽饽一个，追求者排成队。按理说，像小文这样的条件，在上海找个门当户对的对象应该很容易吧？但是缘分这东西真是妙不可言。2020年冬天，小文参加一个海洋生物学国际研讨会，因为疫情原因，会议改为线上举行。在一次小组讨论中，他遇到了故事的男主角阿成。阿成是台南一个小渔村的渔民，平时打鱼为生，但他对海洋生态保护特别有兴趣，自学了很多相关知识，还在当地组织了海洋环保志愿者团队。虽然没有什么学历，但阿成观察细致，经验丰富，在会上分享的内容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。小文被阿成朴实无华又见解独到的发言吸引住了。会后，他主动加了阿成的联系方式，想进一步交流。两人就这样开始了频繁的网上交流，从海洋生物聊到环保理念，再到各自的生活和梦想。那个时候，我根本不敢想这是在谈恋爱了。阿成后来告诉我，我只是觉得能和一个上海的博士做朋友已经很幸运了。但随着交流的深入，两人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语言。小文欣赏阿成朴实无华、热爱自然的品质，阿成则被小文的知识渊博和温柔体贴所打动。就这样，两人的感情慢慢升温，从普通朋友变成了忘不了的人。疫情稍缓后，小文决定亲自去台南看看阿成生活的地方。第一次见面，阿成开着他那辆破旧的小货车去接小文，车上还带着刚捕的新鲜海鲜。我第一次看到小文，她穿着很简单，但是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知识女性，我紧张到话都说不好了。阿成回忆道。小文却对阿成的第一印象很好，他比视频里还要朴实，晒得黝黑的皮肤，有力的双手，眼神特别真诚。虽然穿着简单，但整个人非常干净利落，让人感觉特别踏实。阿成带小文游览了台南的美丽海岸，向他展示了自己参与的海洋保育项目，还带他回家吃了奶奶做的传统台南菜。短短几天的相处，让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。分别时，两人都知道，这已经不仅仅是朋友关系了。然而好事多磨啊！当两人决定向各自的家人透露这段感情时，立刻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强烈反对。小文的父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，听说女儿看上了一个台湾渔民，顿时就炸锅了。你疯了吗？读了这么多年书，好不容易有个好工作，你要放弃去当渔夫的老婆？小文妈妈气得直拍桌子，那个台湾小子肯定是看中你的钱，大陆女孩被骗去台湾的例子还少吗？小文爸爸也忧心忡忡。小文试图解释阿成的为人和两人之间的感情，但父母根本听不进去。阿成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大陆来的博士，他会看得上你吗？人家是来玩玩的吧？阿成的朋友们纷纷表示怀疑，阿成的父亲更是直截了当，文化差异这么大，他来了肯定待不久，到时候受伤的是你啊！面对双方的反对，小文和阿成的感情反而更加坚定，他们决定再给彼此一些时间，让感情更加成熟稳定。接下来的1年里，两人隔空恋爱，每天视频发语音，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小文开始学习闽南语，了解台湾的生活习惯。阿成也开始自学提升，报了夜校课程，希望能缩小与小文之间的知识差距。小文心里也有担忧，我当时也怕啊，怕自己是一时冲动，怕文化差异真的会成为问题，更怕阿成只是玩玩而已。毕竟异地恋真的很考验人。阿成也坦言，我也担心啊，担心自己配不上他，担心他来了会后悔，担心我给不了他在上海的那种生活。但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，两人之间的信任也在不断加深。小文慢慢发现，
阿成虽然没有高学历，但他懂得生活的真谛，有着朴素而深刻的人生智慧。而阿成也意识到，小文虽然是大城市的高知女性，但她骨子里渴望的是简单真实的生活和感情。在交往1年后，阿成鼓起勇气向小文求婚了。然而，求婚后的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小文的父母听说女儿要嫁去台湾，气得直接拉黑了她的微信。小文爸爸放话，你要是嫁给那个渔民，就别再认我这个爸爸。小文很受伤，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。在深思熟虑后，他辞去了上海的高薪工作，决定搬去台南和阿成一起生活。当时辞职的时候，很多同事都说我疯了，放弃这么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去台湾的小渔村当渔夫妻。小文说这话时，眼中带着笑意，但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在上海，我有很好的职业发展，但生活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而在阿成身边，我找到了那种踏实和真实的感觉。2022年初，小文正式搬到了台南，开始了和阿成的同居生活。刚开始的适应期确实很艰难，小文要适应渔村的生活节奏，学习当地的方言，融入陌生的社区。而最困难的还是面对阿成父亲的冷漠态度。我爸那时候对小文爱理不理的。阿成说，他觉得小文迟早会离开，所以根本不想建立感情。但小文没有被打倒，他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来玩玩的。他开始学习如何整理渔获，如何修补渔网，甚至尝试下海捕鱼。同时，他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帮助阿成改进了养殖技术，提高了产量。他还联系了以前的同学，帮助阿成销售海产品，打开了网络销售渠道，使家里的收入大幅提高。渐渐的，阿成的家人和邻居们都被小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。阿成的父亲也开始改变态度，偶尔会给小文做一些台南特色小吃，教他一些当地的习俗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爸已经接受他了。阿成笑着说，小文这边父母依然对他的决定不理解，一度断绝了联系。直到小文怀孕的消息传回家，他的妈妈才打破僵局，偷偷联系了他。你爸还在生气，但他其实很想你。妈妈在电话里小声说。就这样，小文的妈妈成了沟通的桥梁，偶尔会把小文的近况告诉爸爸，也会把家里的事情告诉小文。小文怀孕后，生活变得更加忙碌。阿成每天天不亮就出海打鱼，回来后还要照顾孕中的小文。小文虽然身体不适，但仍坚持帮忙处理海鲜、管理网店。两人日子过得简单却充实，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，但也很幸福。小文回忆到，每天早上醒来，看到阿成已经准备好早餐，然后匆匆出海。晚上他回来时，身上还带着海水的气息，疲惫但满足。那种感觉是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中永远体会不到的。小文的婆婆看到儿媳这么能干，也渐渐地接纳了这个大陆媳妇。婆婆开始教小文做台南特色菜，教她当地的习俗和禁忌，两人关系日渐亲密。我婆婆其实是个很传统的台湾妇女，一开始担心我这个大陆来的高知女性会看不起他们家。小文笑着说，但后来她发现我是真心爱阿成，尊重他们家的传统，慢慢的就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了。随着预产期临近，小文的妈妈终于说服了爸爸，两人一起来台南看望女儿。这是自小文决定嫁给阿成后，父亲第一次见她。当小文和阿成去码头接父母时，远远的看到爸爸的白发明显比以前多了，也消瘦了不少。小文忍不住红了眼眶。爸，小文刚开口，眼泪就控制不住的流下来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爸爸故作严厉，但声音已经哽咽。这次见面，小文的父母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女儿在台南的生活。他们看到阿成简朴但整洁的家，看到小文和阿成恩爱的相处，看到邻居们对小文的喜爱和尊重。最让他们惊讶的是，小文和阿成经营的海产品网店已经小有名气，收入比他们想象的要好得多。我当时看到小文爸爸四处打量我们家，脸上的表情从怀疑到惊讶再到欣慰，我就知道他开始接受我了。阿成说，晚上
阿成特意安排了一桌丰盛的海鲜餐，请来了村里的长辈和邻居一起招待岳父岳母。饭桌上，大家热情地和小文父母攀谈，讲述小文来到村里后做的好事，如何帮助村民改善渔业技术，如何组织大家保护海洋环境。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看到我爸爸喝得那么开心。小文回忆说，我爸平时很少喝酒，但那天和阿成爸爸喝得脸都红了，两人直接称兄道弟起来。酒过三巡，小文的爸爸突然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我要向大家道歉，特别是向我的女儿和女婿道歉。我曾因为偏见和固执，差点错过了见证女儿幸福的机会。说到这里，这位平日里严肃的教授老泪纵横，他放下酒杯，紧紧抱住小文和阿成。谢谢你们原谅我的无知和固执。全场一片寂静，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小文哭着扑进爸爸怀里，这1年多来的委屈和思念一下子全涌了出来。那一刻，我感到我们真正成为了一家人。阿成说，眼中含着泪水。小文的父母在台南住了2周，彻底改变了对阿成和渔村生活的看法。临走时，小文爸爸甚至专门找阿成谈心。阿成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不是因为她现在有了你的孩子，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你是真心爱她，尊重她。小文爸爸拍着阿成的肩膀说，你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，但只要小文开心，我和他妈妈就满足了。阿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使劲点头。就这样，原本反对的父母终于被真爱感动，全心全意支持了这段婚姻。小文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，取名海洋，寓意他是跨越海峡的爱情结晶。有了孩子后，小文和阿成的生活更加忙碌，但也更加充实。小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和阿成一起开展了台南渔村海洋环保项目，招募当地渔民和学生志愿者，定期清理海滩垃圾，监测海洋生态变化。他还联系原来在上海的同学和教授，为项目争取到了资金支持，甚至吸引了媒体的关注。小文来了之后，我们村子变得不一样了。村里的老人们经常这样说，他不但自己融入我们的生活，还把新的理念和机会带给了我们。阿成也在小文的鼓励下参加了远程教育课程，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。他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渔民，而成了村里颇有见解的年轻领袖，经常受邀参加当地的渔业和环保座谈会。以前我只会打鱼，现在我可以和那些专家学者讨论海洋保育政策了。阿成自豪地说，这都是小文给我的影响和支持。小海洋1岁的时候，2家老人都来台南团聚，看着小孙子蹒跚学步，2位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笑得合不拢嘴。以前我总觉得台湾和大陆有很大差距，文化不同，生活方式不同。小文的爸爸感慨道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人心都是相通的，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，都希望他们幸福。阿成的父亲则常常拉着小文爸爸到处转悠，向他展示渔村的风土人情。我儿子娶了个大陆博士媳妇，我们家的福气啊！看到2位老人亲如兄弟，小文和阿成相视而笑，感到所有的坚持和付出都是值得的。生活并非一帆风顺，小文也曾因为思念父母和朋友而难过，也曾因为生活习惯差异和阿成产生矛盾。阿成也有时会感到压力，担心自己给不了小文足够好的生活。有一次，我和阿成因为一点小事吵架，我一气之下说要回上海。小文回忆道，阿成二话不说就拿出了我的护照和机票钱，说如果你真的不快乐，我不会强留你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爱我的方式是尊重我的选择，哪怕那会让他失去我。当然，小文最终选择了留下来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地理位置或物质条件，而在于有人真心爱你，尊重你，支持你的梦想。我以前以为高学历、高收入就是成功的标志。小文说，现在我明白，能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，拥有真挚的爱情和家庭，才是最大的成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文和阿成的故事在当地传开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动，也有不少人受到启发。
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放弃上海的高薪工作，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。小文坚定地说，金钱和地位固然重要，但它们无法替代真爱和幸福。在台南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。而这个故事最感人的部分，还是小文爸爸的转变。从当初的激烈反对、拉黑女儿，到后来的接纳、支持，再到现在每隔几个月就要来台南住上一段时间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小文的爸爸现在退休了，经常帮阿成和小文照顾孩子，还和当地的老人们成了好朋友，学会了打太极拳和钓鱼。老人家甚至开始学闽南话，虽然说的不标准，但村里人都很喜欢这位来自大陆的老教授。我岳父现在比我还适应这里的生活。阿成笑着说，有时候我忙着出海，他就帮我照看渔网，帮小文整理网店订单，简直成了我们家的顶梁柱。小文的爸爸则表示，自己最初的偏见是多么可笑。我本以为女儿嫁到这里会吃苦，会被看不起，结果是我们错了。这里的人们朴实、热情、真诚，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学历高低而对你另眼相看，而是看重你的为人和真心。更让小文爸爸感动的是，阿成从未因为他当初的反对而记恨他，反而总是以最大的尊重和关爱对待他和小文妈妈。那天我和阿成出海，他对我说，爸，我知道您当初反对是因为爱小文，怕她受委屈，我不怪您，相反，我很感谢您把这么好的女儿交给我，我向您保证，我这辈子都会好好疼她。小文爸爸回忆道，眼中含着泪水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很后悔当初对她的偏见和误解。小海洋3岁那年，小文和阿成又迎来了一个女儿。这次，两家老人都早早地来到台南，一起等待新生命的到来。看到2个孩子，想到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顾反对，坚持走到一起才有的结果，就觉得再辛苦都值得。小文说，如今小文和阿成的渔业小店已经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海产品品牌，他们还开办了海洋环保教育中心，经常接待来自大陆和台湾各地的游客和学生。小文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专业价值，阿成也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才能。有时候想想真的很神奇，如果不是那场线上会议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相遇。阿成感慨道，命运的安排真的很奇妙。小文则表示，他的选择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，但对他而言却是最好的决定。我们的爱情故事告诉人们，不要被表面的差异所迷惑，真正重要的是彼此的心灵是否相通，是否愿意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小文和阿成的故事在当地已经成为一段佳话，很多年轻人都把他们视为榜样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这对跨海相恋的夫妻也曾经历过不少磨合和挑战。刚开始同住的那段日子真的很艰难。小文坦言，我习惯了上海快节奏的生活，突然来到渔村，一切都慢下来了，连网络信号都不太好。有段时间我真的很郁闷，甚至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。阿成则透露，他也曾有过自卑和不安。有次小文的同学来访，大家聊天时提到很多我听不懂的专业话题和名词，我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。那天晚上，我偷偷想过，小文会不会有一天觉得我太笨，配不上他？正是这些真实的困惑和挑战，让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加触动人心。小文和阿成并非童话中的完美王子和公主，他们是有血有肉，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，面对生活的磨砺，选择了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。我们约定好，每天晚上都要坦诚交流一天的感受，不管是开心还是委屈，都要说出来。小文分享了他们维系感情的秘诀，这个习惯坚持下来，很多问题都在萌芽状态就解决了。生活中的小事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格。小文回忆说，有一次他因为工作压力大，对阿成发了脾气，说了一些伤人的话。没想到阿成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默默地为他准备了一杯热腾腾的姜茶，轻声说，喝点姜茶，心情会好一些。这简单的关怀让小文瞬间泪如雨下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什么是真正的爱。小文说，不
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，不是昂贵的礼物，而是在你最脆弱的时候，对方给予的那份理解和包容。阿成也有自己的感悟，很多人以为我们是童话故事，大陆博士爱上台湾渔民，多么浪漫啊！但真正的爱情是柴米油盐，晒米收网，照顾孩子，陪伴老人，是平凡生活中的相互扶持。随着海洋环保教育中心的知名度提高，小文和阿成经常被邀请到各地分享他们的故事。面对媒体的镜头，小文总是谦虚地表示，我们不是什么模范夫妻，只是两个不完美的人，在努力过一种我们认为有意义的生活。阿成的父亲，那位曾经对大陆媳妇持怀疑态度的老人，如今成了小文最忠实的粉丝。老人家经常向村里人炫耀，我媳妇不仅长得漂亮，还是个懂得生活的人。她来了之后，我们家的饭菜都变得更有营养了，连我的老毛病都好了不少。而小文的父母，那对曾经激烈反对女儿嫁到台湾的知识分子，现在每年都要在台南住上好几个月。小文妈妈学会了做台南特色小吃，常常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包粽子、做菜谱。小文爸爸则喜欢和当地老人下棋、钓鱼，乐在其中。看到父母融入这里的生活，我感到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。小文感慨道。小海洋和妹妹在这充满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，他们既懂普通话，又会说闽南话，对大陆和台湾的文化都有所了解。小海洋特别喜欢听爷爷讲上海的故事，也喜欢跟着阿成出海学习捕鱼技巧。我希望孩子们能够理解，爱可以超越地域、文化背景的差异。小文说，也希望他们明白，选择自己真心喜欢的生活方式，比盲目追求世俗眼中的成功更重要。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，不仅温暖了身边的人，也感动了无数陌生人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轻女孩特意从上海来到台南，只为见一见小文。原来，这个女孩也爱上了一个条件不匹配的男孩，正面临家人的反对和自己的犹豫。看到你和阿成的故事后，我找到了勇气。女孩对小文说，谢谢你们让我相信真爱是存在的，也让我明白幸福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。听到这样的话，小文和阿成都感到无比欣慰，他们的故事正在以一种他们未曾预料的方式，影响着更多人的选择和生活。如果时光倒流，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有记者这样问小文，小文看了看站在身边的阿成，坚定地点头，会的，1000次、10000次，我都会选择他，因为在他身边，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也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小文和阿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这个真实的爱情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感动和思考。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，愿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那份真诚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爱情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，真正的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用心去发现一个人的与众不同，并且珍惜这份独特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